Hello， 大家好，我是 Liz， 欢迎收看 Liz 的美食家自学之路。今天来宾是远从法国而来的贵客，也是先前在我 Podcast 美食关键词被大家狂敲碗的阿成师的好搭档。让我们欢迎 Andy 简大轩。大家好，我是 Andy 简大轩。你知道我在 Podcast 访阿成师以后啊，有多少人要求我来访你吗？谢谢大家支持，在脸书也有人留言，在 IG 也有人私讯我。希望这一集录完之后大家不会失望。其实很有意思的是，大家应该都是因为看阿成师的影片而认识你，不管是看你在家做饭，或者是看你被加冕为厨师之王，还有你在法国被加冕为厨之王的门徒。OK， 这个很重要，要讲出来。对，或者是看你在法国经营餐馆，对，都因为其实大家是从荧幕，然后你其实远在法国，你在台北或是台湾，其实还没有开自己的店，没有。对，然后也算是厨师的资历还算浅。对，我算是社会新鲜人，以我在波罗博库斯这所保罗博库斯这所学校毕业后到现在，其实也才2年的时间，所以就像个社会新鲜人，大学毕业这样子。毕业2年，那你看起来还蛮资深的。对哈，没有啊，怎么会有人那么不会聊？今天访 Andy， 一方面是回应我们读者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觉得，我觉得你是一个这个世代的年轻人里面，蛮有趣的例子。那很多人其实也是像你一样，原本不是读厨艺本科，可是对厨艺很有兴趣，然后就走上这一条路。那其中也是有蛮多人就到了法国，在那边学习，没错，对，然后也留下来了。对，那其实这些人呢，因为如果你没有在台湾开餐厅，或者说你没有一个让我接触到你的方法的话，我是无法知道你们在想什么的。我说这些人也是就是很怎么讲？很善良，你没有吃过我的菜，然后那么支持我，我就想说要不要来试试看，搞不好不好吃。然后好，那大家欢迎去里昂找 Andy 哦。对，那像我之前访问阿成师也是一样，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很特殊的例子，而且他走上自媒体这条路。对，那所以很适合他。是，那所以跟先前我访的那些餐厅大主厨们不一样，我想要聊聊你们年轻人的想法。好啊。对，姐姐已经跟你们有一点。所以几岁？我没差啊，我今年38岁啊，OK 啊，也还好啦，也还好。所以你现在几岁？我今年是第2个28岁。第2个28岁。因为你知道台湾人不是都说不能就是逢久不吉利吗 ？OK。然后我都会跟别人说我是就第2年的28岁这样子，大家就知道意思了这样。好，28+1啦。对，28+1可以这样，30减1也可以。也可以啦。对。好啊，那将近30年的人生，我们今天来聊一下。好，来。所以大家应该都很好奇 ，Andy 是在哪里出生长大？你的背景是什么样？你的家庭啊，求学的过程，可不可以跟我们聊一下？可以啊，我台湾台北人，然后在信义区就是这一区长大这样子，从小就是国小、国中、高中就。要交代这么详细的，对，哪一个国小？就跟大家差不多，就是也没有什么特别。然后大学的时候，其实我从小的梦想就是想要，之前有提过，就可能大家如果认识我的话，就说我想要当飞行员啊这样子。然后就是因为家庭因素，所以就是没有继续做这一件事情。然后想说，那我可以做什么呢？所以我后来就变成了厨师。但这个好像待会我们会聊更深。但我蛮好奇飞行员这一点，你为什么会想要当飞行员？听说这件事好像讲出来会被就是做飞行的人笑。我是因为我很小的时候就是那种保护级的电影，就是 HBO 好莱坞电影，然后在没有家人陪伴情况下，我就看了《珍珠港》，然后看的时候我就一直狂哭，我就觉得天哪，就是我也搞不懂我到底是日本的还是美军还是什么，反正我就是觉得很感动，就一直哭，然后哭完那个晚上我就说，那我要成为飞行员。然后我到现在都还在就是去分析自己这个心情，到底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时空背景让我想做这件事。可是就这个就是一个我的小时候的目标，觉得说啊，好像成为飞行员的人，不止的反应要快，然后眼睛要好，身体要好，然后外语能力也要很强，好像这4个点都是
我觉得是一个成功人士应该有的。OK， 所以说那我要成为飞行员。所以其实我也是这样，就是很没有理性分析的去追求这件事情，一路到我大学就是2年级、3年级那时候想说，好像准备要毕业喽，所以我就去了加拿大，就是做了一个短期的游玩。其实这个游玩就是表面是游玩啊，但是我是去加拿大中部这个温尼伯、曼尼托巴这个省去找飞行学校。其实这也是很好玩的一个缘由。因为我从小这样看很多飞行的书，看很多飞行的相关的资讯，我知道说，其实最好的飞行的技术是来自于法国。OK， 很多在飞行上面的用语是来自于法文，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是最好的一个技术。可是我知道很多的技术是来自于这个国家的一个衍生。然后那时候我说，我怎么可能学一个法文？太不符合就是经济效益了。我为了学这个技术，我要去学一个法文。然后我想说，如果我在飞机上跟别人用法文讲话，然后如果讲的不对，发生什么事，我就惨了这样子。所以说，那我要找一个国家可以用英文，然后他们也有法文的这个资历背景，那就是加拿大。那选了那个城市，是因为我觉得，学飞行就要去把自己丢到最苦、最难、最辛苦的天气气候条件里面去学习。那边是整个。加拿大中部就是最冷，然后天气最不好的地方。我就想说，如果那边面试成功，可以入这个学校的话，那应该还不错这样子。哦，所以其实也可以看到我的一个个性，就是说，我都会把自己逼到那个就是最难、最辛苦。我就觉得好像我经历这些，我才可以就是比别人好，或是比别人在遇到困难或者是挑战的时候更稳重、更轻松去应对跟面对这样子。好，那所以你把自己逼到墙角了，你去了那个飞行学校，然后结果你没有成为飞行员。没有成为飞行员，他们就说OK， 面试结束之后回到台湾，然后就都收那时候去了3间学校，然后3间都说 OK， 就欢迎你1年半后毕业后大学毕业后来这样子。我说太好了，结果就跟家人讲，父母亲也很支持，跟我爷爷奶奶他们经历日本那种。就是战后的年代，然后也看到很多战争啊，飞机掉下来什么，所以对他们来说，他们不能明白说为什么有一个人想要去从事这么危险的工作，明明就知道说就是飞行器就是比我们路上脚踏车还安全，那个叫什么意外的那种几率，可是觉得那时候老人家也不要就是跟他们就是因为这样一件小事情做家庭革命，可其实那2-3个月我是很无助的。如果他们现在看到《捍卫战士2》，应该可能会答应。有可能，因为我阿嬷是很支持，就是我阿公，因为阿公我长孙，然后阿公就是比较，我们都很听阿公的话，就阿公觉得怎么样就是怎么样，所以就是不想要就是造成家庭的纷争，这样觉得没有必要因为这件事。我阿嬷比较好笑，阿嬷也跟我说，哎呀，不用担心，你阿公不知道几岁了吼，那个再等一下，然后再等个几年就做自己的喜欢的事。我阿嬷她很安慰我，阿嬷也太酷了吧，她很酷，她跟我。你就是我们2个聊天会不觉得我们2个差了60岁这样子，就是他就是一个非常开放的一个，我觉得我们家就我跟他是最聊得来，因为他很懂我在我的那种幽默感，或者是我那种没有人明白的这种笑话，或者是这种对于生活的这种坦然，我觉得跟他就是这一个很棒的缘分这样子。那你真的是乖孙你就放弃了飞行员的梦想？我其实没有放弃，就是我觉得没关系，先做别件事，然后有一天有机会，我们不用去开大飞机，不用去载别人，可是可以自己享受，可以跟家人，可以跟自己的伴侣或小孩，有一天如果这样子的话。所以先当个厨师，然后业余兴趣飞个飞机，可以这样，好像可以吼。可是你大学是念社会系，我大学是念社会系，你都没有想要从事相关的工作吗？有，那时候想说社会系，我在读理论，在读这些不管是性别、宗教、经济、文化的东西的时候，其实很感兴趣的，因为我很喜欢去，我们说见树又见林，看一个人，看一群人，看一棵树，看一个森林，这种方式去分析、去了解整个社会脉动。但对我来说，它有它的局限跟它的，对我那时候的我来说，我觉得这个读社会学系有它的局限，也有它的就是
围住的这个边这样子。那时候的我看不到说，它对于我本身我的兴趣，我想要了解，我想要学一些东西，可以做多深多广的一个去分析。然后那时候想说，好，那不然就也许可以读个硕士，可是我不想再读书了。OK， 我觉得好像现在这个对于我自己本身个性，我不是说比较爱玩，可是我想要有一个我想要做的事是反而是像一个对自己的投资，然后我能有回报的一件事情。那时候不知道可以干嘛，那时候想说好，那如果真的读硕士，那我也不想在亚洲读，因为这个可能待会可以提到，这也是很大家觉得我在胡说八道。我不会说我对于欧洲或美洲有什么憧憬，可是我对于那边的异性女性是很不能说迷恋，我觉得他们就是很符合我的菜这样子。OK， 所以金发碧眼是你的菜是吗？不一定要金发碧眼，其实不管是黑皮肤或是白皮肤，反正就是我发现在整个就是地球村里面，好像亚洲人是最让我看到觉得当朋友啊这样就好了。真假？你对台湾女生有什么意见？我没有意见啊，很好啊。我有女朋友是台湾女生，可是就好像不知道，好像是以前一开始我就觉得可能是因为你没有接触过，所以你觉得哇好像很美好或者是很酷。可接触的时候发现说好像真的是自己喜欢的，但这是题外话。所以你就很向往去欧洲生活。那时候就是想说，好像可以去一个不管欧洲美洲，就是你说金发碧眼也好，就是想说可以去这种地方看看，生活看看，因为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这件事是让我很雀跃的，很想去体验的。可是社会学系的确很多地方可以读，所以我这件事不担心。可是我自己心里很明白说，可能读社会学系并非是我真的最想做的一件事。然后那时候想做什么？那时候我在学跳舞。那时候我跳的就是那种现代芭蕾这种。真假？对，看不出来。很多才多艺啦，多才多艺。不能这样讲，就是我很喜欢去接触不同的东西。像我音乐也是从4岁就开始学。你学什么？我学所有的吹奏类，真的，最小的那种木笛到比我高的木笛，最小的木笛到比我高的木笛，然后管乐这样子，长笛啊，然后就这种，然后还有打击乐，一直到我大学入学，我读东海大学嘛，那时候还有机会可以辅修音乐系这样子，真假？所以我就学了古典吉他，在大学的4年的时间。所以那时候其实我知道说我有蛮多可能性，可是好像这几个可能性都并非我心之所向，就觉得好像就是有一个东西，就是飞行员是我真的最想去的。可那时候也一直反复的跟自己安慰说，那只是因为你没有接触过，能开一台飞机，你就是一个很喜欢那种浮夸的人，只是因为开飞机来说很酷，所以想做这件事。我就一直这样子说服跟责备自己。然后我想说，哇，那到底可以做什么？东海大学有一个很传统的一件事，就是说我们会有室友，我们必须1年级的时候跟同系的人住在一起。然后我就这群室友呢，就会跟我说，你知道你有一件事很讨人厌吗？就是你嘴巴很刁。那时候我不懂，那时候觉得我就吃自己喜欢的，我不会去批评说这个很难吃，可是我就不会再去吃第2次。我就知道说这一道菜就是它有一个东西就不符合我的想象，而且我知道我不是太那个叫什么太刁钻，而是它就是少了这个东西。可是我没有意识到这件事，他们就会说，比如说我们去吃个烧腊，在大学城，人家可能油鸡好了，你就会跟别人要求葱油，可这可能是人家饭店或是这种比较有水准、有层次的餐厅才会给的东西。可是你就会跟老板说，为什么你的油鸡没有葱油？这件事不对或什么？他说这件事是我们根本不知道说油鸡需要这些东西，可你都会知道。然后我就有意识到说，可能餐饮或者是饮食这件事情，可能是我有一个执着或什么，然后我没有意识到的事情。然后那天晚上我就想说，那不然我大学毕业后来当，就是你现在做的工作，我想说来写食评好了。真假？你写过？我没有写过啊。你知道那时候很多人就是什么部落格或者是就 blog 这种东西，然后我想说，
好，我来看看大家。其实那个念头大概5个小时，我那时候就是忙到凌晨2点，因为我都在找资料，我在想该怎么成为我是一个很行动派的人。待会你就知道说我去法国是多么疯狂的一件事情。好，我是一个很行动派，所以我想说好，我今天晚上就才刚吃完我还记得是阿嬷的快炒，就是那种炒饭，咸鱼鸡粒炒饭这种东西。那天跟同学讲完，我说好，我要回家，等我，就是你们继续吃，你们要去喝饮料。要去什么网咖什么，你们去，我就回家开始做资料。我想说，好，我要成为一个美食家，成为一个食品家，做些什么的。我就想说，好，那就是做一些小吃啊，然后不同店家啊，比如说什么台南的，比如说清水的米糕啊这种东西。那时候在台中读书，可是我发现，天哪，超级多人做，超级多人做，就多到你会觉得你写干嘛这样子？你那个时候 Google 到什么人？哪些部落格或者是什么？有一个叫做什么小虎，就是小虎食梦网。对，那种我其实现在都已经记不得这些名字，可是就是有这些东西。然后我想说，不对啊，那为什么要做这些东西？第一个，去吃饭也要钱，就是小吃你说好20-30块，可如果你吃10个也是200-300块。对于一个大学还没毕业的人，我觉得等一下，这要先考虑到就是经济上的东西。如果你做这个行业是要赚钱，那就是赚钱不会是当下，不会说你吃了你写了1篇就有人看，你懂吗？然后我说好，等一下，这已经有一个优点跟缺点的分析了，这样子，然后好像没有钱，那不要好了。那么多人做，那这个市场区隔不出来。你知道我们学社会学就会很多的分析。我说这市场区隔不出来，那不行，我要做不一样的东西。那当时的台湾，2013、2014、15年那几年，我们先说了没有米其林，没有世界50大，没有亚洲50大这种东西。大家对于饮食这件事还是停留在要去哪一个火锅店，要去哪一个烧肉店，要去吃什么小吃，这种不能说层级的差别，但我们的先入为主的观念会是在吃这种东西。OK。那市场的区隔就必须从这个地方区隔。我说好，那区隔去吃高级的意大利餐厅，高级的西餐厅，高级的法国。那时候还其实不太懂法国料理、意大利料理、西班牙料理的真正的分界、真正的定义是什么。那时候有啊，那个贝拉维塔信义区的侯不雄，对，那时候就是我查到殿堂，根本不知道他是谁。OK， 根本不知道他是谁。可是我知道说，那边有一个一客餐要8000块的这个餐厅，然后台中的热木南叔煮出来。我说有这个地方，就这样而已。然后我就说好，那我去吃这些餐厅好了。你有去吃？没有，我没有。我要讲，我说那我去吃这些餐厅好了。好啊，可以啊。开找资料，价钱更高了，而且是高很多。然后好，我想说没关系，真的要做，好像也可以做，就顶多跟父母亲借个钱，跟谁借个钱，说给我1年的时间，我去把这件事做起来。然后看了菜单，发现不行，这菜单有英文、有法文、有中文，那中文都会写的比较风花雪月。这样讲有点不礼貌，可是我明白为什么，因为我们就是一张白纸嘛，要打进亚洲市场，要让台湾人了解这些菜，他们必须用一些我们以前那种半桌文化，比如说每一道菜都有一个很漂亮的名字，行销的考量，或者是一种很福气，比如说爷爷奶奶去过生日，那个菜单就会写一些比较吉祥的话。那我明白西餐那时候也在做这件事情，可是我就觉得不行，我去评，我评的没有一个我评的不脚踏实地，没有基础。对，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可以有这个资格评论的人，因为人家这个厨师做什么菜，其实你吃不出，你吃不懂，不能说吃不出来，是你吃不懂，它好吃不好吃，你只能一个很主观，你过去生长背景、原生家庭、你的饮食经验里面给你的一个味蕾的一个想象而已。那这件事对我来说，就可能我社会学的这个学习下，我觉得这是很不客观的。不客观的事我不能做，我觉得这很不应该。你一个晚上内心戏也太多了吧？非常多。我是可以坐在床上就这样子发呆，然后我可以眼睛真的很亮，然后我可以想一件事情，不管是食谱，不管是我隔天或者是我1年后要做的一个计划，我可以让在我脑袋上一直看着一个墙壁就想，然后想个2个小时，我都不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
然后想完之后说，哦好，我要写下来。哎呦，怎么那么晚了？我去睡觉好了。好，那你思考了一个晚上，你得出的结论是？我得出的结论是我没有资格做这件事情，不管是金钱，不管是我对于我写下来这个评论的一个责任。还好你清醒的早，你看看姐姐多么辛苦，现在。可是待会我也想要讲这件事，就是我觉得你做的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刚好是在好的时间点，刚好台湾正在一个转型，或者是正在一个成长进步。那这件事情，我可以讲啊，就是一刚开始，或者是说我读了 Barbecue 这个学校，或者是我真的在于餐饮业进去扎根或者学习之后，你的东西有些错误 ，OK。可是这个错误我不会想要任何的批评或者是指正，因为我觉得没有你，或是没有这些美食家在写东西，当然你会跟前一代我们说的一些就不讲是谁，可是会有一个分野。可是你这个分野是在于说你更接近主厨，更贴近主厨。那这些大厨也想要跟你直接讲一个专业上的用语，或者是浅显易懂，让人明白我们这道菜的思考方式、品尝方式，或者是呈现方式。那这个东西对于我来说是很法国的，是很欧洲的。那这件事非常非常重要，要让这边的人，要让亚洲人，要让能看得懂繁体中文、能看得懂、能听得懂我们讲的话的人感兴趣。那这件事是不是因为你在这边我要讲？我跟很多私底下人，我都跟很多人讲过说。他的东西就是栗子的东西，也许有些错误，可是那个错误是非常细节的东西。比如说，我看这道菜，我知道它不是它的火候，或是它的制作方式，可能不像你讲的这个样子，它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可是我想要让别人知道说，这件事情、这道菜、这个主厨的思考，或者是整个亚洲、整个世界的餐饮变化，是正在经历这件事情，而这件事情非常非常重要，要让这些人知道。这件事情帮助到我们这些在海外努力求学、读书，想要带东西回亚洲、想要带东西回台湾的这些厨师、侍酒师、艺术家，是我们很感谢的事情。因为美食这件事情，并非只是吃、嘴巴，我们说的烹饪、五官的感受而已，它包含等一下我们可能会聊到说，什么是法国料理？对，你想象中、你记忆中以及你明白的法国料理是什么？这件事情上面有很多的文化底蕴，有很多的历史。人家我们比如说我们说那个泰瑞这个名字取的这个推化风土这件事情，对，以及个人感受、主观成长背景、经历，我们所有东西融合，这才是一个最基本、基础的法国料理的盖那个房子的时候该有的东西。我听到你这么说，我当然非常开心啦。但是今天是你的专访，不是我的专访，好不好？这件事要讲一下，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说，就是我们没有在混，这样，我们是很认真在做事情，这样。很开心，很开心。但好，你就是那一个晚上，你决定不当美食家了，那你就决定要当厨师了吗？我就是那个晚上不当美食家，决定要当厨师。真假？为什么？我觉得说，等一下，如果我什么都不懂，那我当美食家没有意义。所以我要探究到问题的根本，为什么我对这些事都不懂？是因为我没有做过厨房，那我去做厨房好了，就这么简单。就是真的是因为就是这么三分钟不到的思考，我说那我要去当厨师，然后我就想完蛋了，当厨师我阿公阿妈就会骂死，因为厨师在台湾就是一个在我那个年代，或者不是说那个年代，就是10年前好了，就我觉得好像当厨师就是脏的，也不能这样讲，就是好像有点像是一个有技术的黑手这种感觉。你那个时候，我以为已经进步了，你知道吗？但是对你来说，你觉得还是？因为那个时候的我可能还没到一个人家或者是我们所说的一个fine dining 或者是精致饮食的这个场域里面，我都还在那种东海夜市、大学城，然后看到吃到的东西都是快速的，味道很足的，该辣就要辣，该咸就要咸，该香就要香。然后是给大学生，是给年轻人吃的，要有珍奶的搭配，要有冬瓜茶的这种东西，是很及时的，然后不会就是细细品尝啊，要怎么样，要这个分开的味道什么，那个时候是这样子的一个成长背景，所以我那时候觉得说哇，
厨师好像就是满头大汗啊，然后油炸啊、炸锅啊，然后烧烤啊、春卷、润饼这种很快速的东西。那我想说，那不行，我必须去学、去了解个什么。可是我白天要上课，然后晚上或者下午要复修，我好像没有真的时间可以做这件事情。可是我还是没有放弃。我说，那来看看你可以怎么安排，因为我很幸福，我没有打工。我家里就是从我大学之后，就是有给我生活费，让我就是可以出去吃饭这样子。可是我也这件事也很好玩，因为我的零用金是到大学才开始有。我大学以前从来没有零用钱这件事情。哦，真的，从来没有。可是我也不会去羡慕，因为我觉得我有的吃有的住，就是我生活过得去啊，就是我不会说想要买玩具，不会想要自己买本漫画啊。不会，我从来没看过漫画，没打过电动，然后没有玩具，我家里也没有电视，所以那你都在看书吗？我都在看书，看很多书。家里给我在书籍上面的资源是非常非常就是不予匮乏的。你要什么书，你去书店，今天买完是可能5000块就买，今天买完200块也给你买，就是没有任何的局限这样。所以我看了很多书会这样子。好，所以当厨师，我说好，当厨师，我现在问问看阿公好了，不要说我都做了半年或1年了，然后结果说哦不行，不能做这件事，所以就问我阿公，我说阿公经过这5个月的思考啊，就是好不当飞行员没关系，但我有一天一定会当飞行员，不当飞行员没关系，我想做厨师，可以吗？阿公那时候就他非常快的就会，他连想都没有想，他说当厨师当然好啊，靠自己的努力赚钱当然好啊，一个人一天要吃3餐，你一个人就赚3次，当然好啊。我说我那时候其实就是心里想骂个脏话，说什么跟什么，这真的假的？就是没想到他答应的那么快，这样子，这是一个很辛苦的工作哎。这样，他说阿公也是就是种田起家的，我们也是自己家里以前开那种冰果室，就是卖水果啊什么的。你爸爸是一个摄影师，自己开照相馆，也是白手起家的。我们简家人都是白手起家的，所以如果你要做一件付出劳力，然后付出努力，用你自己的智慧去完成的事情，我当然会支持你。那我就把握那一句话，我说阿公，那我跟你讲，我要出国读书，可是我还不确定我要读什么，可是我想要先在台湾做个厨师这样子，就是大学的时间。他说你只要自己时间分配的好，你 OK， 学业不会耽误，大学顺利毕业就好。我说好，所以开始找。我说好，我想象中的西方料理有什么？有意大利菜，有法国菜，有西班牙的那种 tapas， 那时候刚开始流行，会去配一杯啤酒啊。然后那时候刚好有什么5星主厨特餐车的那个电影啊，那种古巴三明治。对，那时候刚好正开始流行的时候，那种美式汉堡文化、炸鸡文化，在台湾真的是刚起来的时候，所以我们年轻人也会，就是那时候大学生也会说约去这个约去那个。所以我的想象里的西式餐饮就是这些东西，我就开始找在台中。好，意大利菜有谁？王家平主厨，K2 小瓜牛，绝品意大利菜这样。对。然后法式料理我就找有谁？有乐木，有这个法生小馆是，然后还有一个叫做品爵法式料理餐厅。所以就是这些东西让我知道说好像有这个机会，有这个可能性，所以我就到处投履历。乐木跟法生回我说，就是我们想要找的就是有餐饮经验的有业界的人。然后那时候我的第3个心目中的志愿是一个叫做品爵法式小馆 ，OK 的一个，他现在已经就是结束了。那时候他就说 OK 啊，就是只要你有愿意学就可以。可是以我那个时候面试，那时候师傅就说，可是我看你这个样子你就来玩玩就好了，没关系，不要有压力，因为你应该做不久。我说很侮辱人呢。我没有关系，我说好啊 ，OK 啊，我证明给你看，可是我不会想要证明给你看，因为也许真的做不久，我不知道。我是一个很，我不会有那种就是就那种个性，就是我是很 peace 的 ，OK， 就是反正我试试看嘛。我了解我自己，我简大轩，我只要做事一定是100%投入。那如果我的100%投入做不好，那就表示我不适合，我干嘛把自己逼得那么紧这样子？
我说好啊，来，我来试试看。所以我进去了。结果进去之后呢，他们因为我看了很多书，我做了很多功课，我就把基本上我在成品或是那种还有金石堂书架上面能看到的关于法国料理的书，不管是食谱也好，不管是心路历程也好，不管是什么科学的料理这种东西，我全部都看完了。我全部看完里面，可能我只懂30%，可是我还是把它看完了。我那些知识或者是理论性的东西都在我脑袋根深蒂固吧，可以这样讲。进去了厨房，我还记得一颗洋葱可以切个5分钟，只为了切到那个大小，超级的慢，我真的不想再讲了。反正就是我知道我超烂，就这样。可是当那些大厨、二厨在做料理的时候，我是很明白他们为什么这么做的，因为那种理论性的东西，或者是很直火的东西，油炸或者是火候的控制上面，我觉得很明白。然后我自己也会问说，这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要这个我们说梅纳反应啊，我们说的真空啊，我们说的这个用盐巴，用这个面团去把这个东西烤熟，这些东西，他就说你怎么都知道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都是很后来我们在不管是高餐或是开瓶餐饮，后来很学到一些知识。我说因为我书都看过了，他们就跟我讲，他们3个月后说，我们很佩服你，因为你还在这边，然后我们也很想跟你讲说，其实你不适合做厨房，你更适合是了解这些理论之后去学校里面教书，因为你讲得很好，而且你做的分析是很清楚的这样子。然后就是因为这样，我才说，哇，那其实有点失望，因为好像手做操作这件事让我更喜欢手做，更觉得我好像活着，我好像真的在那其中这样子。所以你就在这家品爵小馆工作了3个月。工作了对3个月4个月有4个月还是对，我其实忘记很久以前了。那然后就离开了吗？对，但这个过程中我就是意识到说，其实我理论的东西不能说充足，可是还可以，还不差，就是好像可以不能说跟科班的比，不能说跟科班那种很强的比，可能跟科班比较混的人比啊，就是还算 OK 这样子。但我们先倒带一下，你会喜欢吃？可以说你那个时候喜欢吃吗？喜欢美食？我喜欢吃。对，那跟你的家庭有关吗？这又是一个很好玩的故事。我们家没有厨房啊，我们家没有电视，我们家是很像在山洞里面闭关的一家人这样。为什么？太有趣了吧？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妈妈盐糖不分这件事是家族有名的，就是她其实看盐跟糖，她不知道说，她当然要吃才会知道，可是她不会有这个习惯，然后她也不会去做饭这样子。就像我这次回来，我在我冰箱找到一罐，就是那种很像是人家在自己家里加工的一个腌的小黄瓜什么，然后我吃，我觉得哇塞，超级好吃。我就说，妈，怎么会有这个东西？你做的吗？他就说，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会有这，但我确定不是我做的，因为我就不做菜。我说难怪，我说你是儿子进步，你也在这5年间就是练功这样，就是要跟儿子比赛这样，就说，所以他到现在都还是就是很怎么讲？他很清心寡欲吧。刚刚讲就是，不管在吃东西上面，或者是使用他的人生的东西上面，他都是很没有这种追求。所以他对于小孩子，他也不能明白说，为什么你们会那么在乎吃，或是为什么吃这件事那么重要。这是首先从小的家庭这样子成长背景这样。那我的父亲因为一直都在我们家自己的照相馆公司工作。那我爸爸他的饮食习惯也就是很简单的我吃东西是为了活下去，而不是吃东西为了享受。他真的是为了果腹而已。对，那可是我可能天生的欲望、食欲这件事情就是莫名的很高，所以我从小出去吃东西，我不挑嘴，我什么都吃，而且我会一直吃，我会停不下来的吃。我说爸爸，这个我也要吃，你这个吃吃看。我也要吃，我把我自己吃完之后，就是我从来不会有剩下的东西，因为我很讨厌浪费食物。就是到现在都还没有改变过，就是我一定会把自己的东西全部吃完，然后开始去吃别人的东西，而且我都是问说，那我可以再吃看你的吗？我说可以吃看你的吗？这样，所以我可能光是跟家里出去吃饭，我就有很多的味蕾经验。那在我求学过程中，因为我就说嘛，我没有零用钱这种东西，可是可能父亲要工作，那母亲要带妹妹或什么。那
没有时间做饭，没有时间做菜给我吃，所以他们可能一天就给我100块这样子，就说就100块就给你，然后你去吃东西。那如果用完了吃不够，回来再给你个10几20块，再去附近的地方买些小吃什么。所以我从小就是有这100块呢，我不会去买什么科学面啊，买那种路边摊的热狗啊、葱油饼，这种我不会，我就是会去一个餐馆，然后可能一个，比如说可能好，我今天想要吃虾仁炒饭。然后可能60块，那我还剩40块，我就说阿姨，那你帮我配什么小菜啊？真假？你几岁开始？我从6岁7岁就这样子。哈？我是一个不能说口才很好，可是我不怕生，然后我很小心保护自己，可我差点被骗。可是你很大胆哎！我很大胆，你一个小学生1年级，对，你就去餐馆自己点菜吃。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我今天的目的是吃饭，而不是跟你就是 social 或者是跟阿姨聊天什么。可是，就像我以前有写过一篇文章，我就说我的这些饮食记忆或者是我味蕾，我运气很好，我在法国今天可以有不能说有多少的成就，可是我今天能受到法国人喜欢我的菜，或是他们觉得这个亚洲人的菜很好吃，是因为我有一个味蕾基准，然后刚好符合法国人的应该是说你很能够抓味蕾基准。对，可是像我回来做菜啊或什么。有的家人会觉得味道太重，他们觉得可能就是餐馆的味道，就是不是我们家庭吃的。可是我不会想要做任何的改变，因为对我来说，这就是我的习惯，这就是我想要呈现出的味道。这个味道是可以感动我的，那你们不能接受，那我就做微调嘛，就是做个这样子。对，那也就是因为这些叔叔阿姨，我刚刚讲文章里面写，记得。我说去吃那种以前说的上海小笼包或什么，我就印象很深刻。那个大厨师傅在后面包那个，然后我说那我要一笼45块我还记得，然后我可能要配个豆浆，然后我要配那个姜丝，然后那个酱油要给我分开。我是一个很龟毛的人。但你从小就会观察这个小笼包要怎么吃？对，我就会观察，然后我就会问，然后人家觉得你问那么多干嘛就吃就好。然后我都会记得那个阿姨就是大红的嘴唇，然后那个牙齿会有沾到口红什么，然后这样跟我说你怎么自己一个人来？然后你怎么今天要吃什么？你上次吃过什么？就是我都会有这种很多的印象，包含人家炒饭店，我有一个炒饭店，我连续吃了1个月30多天，因为我觉得第一天吃，我觉得他炒饭很好吃，他炒饭没有加酱油，就是很基本的洋葱红萝卜的调味，然后有青葱。然后它就是慢慢炒，就是白炒这样子，就是白色的那种，没有酱色这样炒。我觉得好像跟我过去吃过所有什么蚝油炒饭、沙茶炒饭那种有调味过的炒饭都不一样。我就去吃1个月，我就在旁边，就是我还记得那个很热，用那个抽油烟机、抽风机，我这样看，他这样炒，什么时候调味？我就说你现在加什么？我说我加一点味精，你加什么？我加一点煎鱼粉这样，然后加糖、加盐巴、加白胡椒粉，然后最后淋点香油这样。就是这些记忆是这些不认识的陌生大主厨、陌生阿姨、陌生阿嬷给我的，然后就是这些的东西让我知道说，吃饭该这样吃，或者是饮食该这样子饮，这样子。你真的是我听过的喜欢吃、爱上吃的人故事里面很猎奇的一个。对，真的很猎奇。你这已经是幼美食家啦。重点是我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对，很有趣，因为可能你不会跟家人讨论吧？不会，对，朋友也不懂。对，你根本就像是一个美食家版的柯南啊，就是你的小朋友身体里面住着一个，可以这么说，老灵魂。人家可能成长背景是阿嬷的味道，可能是妈妈的味道，又或者是某一个夜市、某一个市场的味道。可是我不是，我比较像是全台湾的味道。我出去玩去哪，我就是，给我钱好不好？我要去吃饭。他们也不会担心我去买什么，因为他们知道我就是在吃，然后我就是会一直吃，而且我很贪心的，我这个也想吃，那个也想吃，然后好吃就好吃，我就一直吃。但如果不好吃，我也记得说 OK。这一家的这个不好吃，可是我不会让他说这个东西我从此以后不吃，我会去试别家，然后说原来可能这个味道就是这样子而已，而不会有太多的想象或什么，那我就把这个味道记起来，然后就变成我的家乡味或台湾味了。所以其实你算是美食家当很久嘞，可以这么说，所以我才会那时候觉得我很感谢我那3个室友，就是那一个晚餐提醒我说，为什么不做这件事情？我说哇。这好像是我人生志业的感觉，因为
这件事其实是很，在我身上是很行得通的，我应该去做这件事。然后发现说不行，我吃了很多，可是我没有任何的基础背景或是明白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抱歉，为什么皮要擀这么薄？为什么肉馅要放这么多？为什么姜、醋、酱油的比例要用3:1这样子？就是很后来才去说。天哪，我什么都不懂，那为什么要做这件事？这样，我很合理，很合理，对啊，对，而且那个美食的知识或者厨艺的知识的确是很重要的基础。但是你在成长过程中，你这么的喜欢吃饭，而且是没有人教你，你自己去学，你天生的直觉，但你都没有考虑过说美食家是一个职涯。我想要讲的是，因为这个社会不认为这是一个工作，或者是它是一个没有清楚养成途径的。对一个，所以那本书的出现就这个原因。对嘛？所以虽然不是访问你，但是我要讲就是，哎呦，好害羞哦。那时候我看到这个书名，虽然没看过这本书，我看到书名我说，对啊，的确，不管是法式料理厨师也好，美食家的这个养成，就是为什么美食家需要养成？因为你需要所有背后你在吃东西的这些基础概念，像我刚刚讲的，为什么我们需要有这些东西？为什么需要这些底子？对，你很幸运，我必须说，因为你的父亲，你是杭州菜，我如果没有，我爸爸是江浙人，他家族是江浙人，但是我爸是在香港长大，然后所以也有广东菜影响，然后他就来台湾创业，所以。我算是香港移民2代，但是我认为我是土生土长台湾人嘛，只是从小你也知道台湾的口味非常多元。我们不管说外省本省，什么是台湾味，这个其实都可以很多。其实很多的讨论，我的台湾味跟你的台湾味不一样。对，但是我的确我从小到大吃的比较多是所谓的外省口味，有江浙菜，有广东菜这样子。但是我也吃台湾菜，我妈妈那边是台湾人。对，大概是这样。对啊，所以就是这件事，我觉得美食家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背景，然后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对于食物的理解，跟对于食物的想象跟期待，又或者是记忆，然后才会造就出今天这样子的一个。对，很有趣。所以，因为美食家不认为是一个，因为他没有出路的感觉，就是你不知道你要靠这个怎么谋生嘛。的确。所以你在成长过程中，你所受的教育，你考虑未来的出社会的途径，你是不会想到这件事的。它就是一片。对，一个模糊的东西，你不知道该怎么走，而且就说你一个人可以往那边走，因为真的有走的人也不会，你也没有这机会跟他们说，你怎么做到这边的？这样子。那所以我也有想过要不要念厨艺学校，可是我那个时候年纪比你还大，然后所以我就放弃了这条路，我也觉得我没有很适合。但是你是走了厨艺这条路，为什么会走厨艺呢？所以其实那时候从刚刚讲到品爵小馆离开之后呢，我就说那。法国菜我好像略懂皮毛了，好像还蛮喜欢的，可是不够多，因为我要看看意大利菜，也许意大利菜更适合我，也许西班牙菜，也许葡萄牙菜，也许美国菜更适合我，我不知道。那刚好那时候有意大利菜，我就说好，那就试试看意大利菜好了。所以那时候就是最台中最出名的就是王家平主厨的这个 K2 小瓜牛，然后那时候进去我还记得他们就说 OK 啊，就是。来玩玩看嘛，这样子。那时候就一进去就遇到王家平主厨，他说，小子你是谁？这样子，你怎么来我餐厅这样？你怎么来我厨房这样？没看过你，完全可以想象他的脸。没看过你这样。我说吓死，我说人生第一次有人叫我小子，我跟你讲，那我真的是印象很深刻。然后我说就是我是来这边打工的，就是来学习这样子。他说你在哪里做过？我说我是读东海大学，我也是，我读建筑系的。你嘞？我说我读社会学系。他说很好很好啊，你怎么想做这件事？那么鸟的事情，你怎么想做这样？我还印象很深，他就跟我讲这种话这样。我说我就是对吃有兴趣，想要了解厨房，想要知道意大利菜是什么这样。他说你之前做过什么？我说我之前就是才刚从品爵那边离开这样。我说我知道法国菜，我跟你讲逻辑完全不同哦，你就好好享受这样子，忘掉所有你过去就是忘掉过去你那几个月学到的事情，来我这边就是不一样。我说好，我觉得这个人很聊得来，因为我也是这样子思考事情，所以当他跟我说逻辑不一样，又跟我说忘掉所有事情的时候，我就很放心的去学。那在意大利餐厅学到的东西，比较像是一个大团队如何经营一个餐厅，我看的反而是。怎么办餐会，怎么去组织规划一个事情？可是那时候我还是非常非常烂的，
以我现在我看我那时候的，我觉得天哪，那时候烂爆了，真的。一定的啊。那时候就是人家付钱让你去学东西的感觉，而不是你去赚钱。我那时候是这样想，所以可是这2个餐厅都让我知道说，哦，我好像是很喜欢这件事的哦。这件事好像是一个你付出多少努力就有多少回报的，而这个投资是100%拿得回来的。我就觉得我要做的工作一定要是我投资就有回报的，而且我想要做的事情是我投1分我也可以拿回1分，又或者是如果能拿回2分当然是更好。然后在这2间餐厅我学到的东西是，我知道当我付出了10分，我可以一定收回10分的时候，我就那时候就有意识到说，这件事情我想做，这件事情好像行得通，这件事情我虽然很多东西都不会，可是我喜欢。就是那个时候才决定说，来找我要去哪个国家。所以那个时候决定要出国了。没错。那时候已经大4了吗？那时候已经大4，快要毕业了。OK。所以那时候很紧张的是要当兵这件事情。所以那时候就先去申请了当毕业典礼隔天入伍，因为我不想浪费任何一点点时间。你真的很有趣，你真的也是性子蛮急的。我非常急，你知道我从决定当厨师的那个晚上，那是一个周末，我不用上班。不是一般人的周休日周末，可是那时候刚好我不用去上班，然后到我就是决定找好要去哪个国家，就那不到24个小时，我那整个晚上都没睡觉，我就在找资料，我就把这接下来3个月的一个大范围的时间轴做出来之后说，我有什么东西是当务之急，我一定得赶快把它处理完成，因为没有处理完成，它会影响到我之后出国的进度，又或者是什么东西我可以不用那么急，比如说签证，比如说语言，比如说兵役，这就是我首要的，我必须去处理的，然后还有我接下来不用那么急的东西这样子，所以我其实那24个小时，我记得我到隔天下午2点吧，我就已经把我就是短中长的计划已经做好了，那就打电话跟我家人讲说，我想要做这件事情，我决定好了，就是也不用跟我说不用，我知道他们也不会拒绝我，只是要告知的义务说，爸爸妈妈或是阿公阿嬷，我可能1年后或是1年半后我要做这件事情，就是你们有个心理准备这样子。所以接下来就是要准备出国的过程了。对。好，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好啊。我觉得前面非常精彩，很有趣。我很少跟一个厨师聊他前面的心路历程、内心戏聊这么久的。因为太多人私讯我会问我说，会想知道说，到底是怎么来的？什么？所以就有这个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是很好的。真的发现你原来其实是想当美食家。对啊，是啊。那我们之后会再聊聊 Andy 是怎么样准备申请出国，以及他进入厨艺学校念书的过程，还有在法国这段时间，对，我们要来好好聊聊法国这一段生活。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下次再回来。